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我们这边的冰雪啊还是没有化完，今天我们继续来山里面为大家分享一些闲置的老房子。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些瓦片啊，上面还是厚厚的一层冰。整个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村子呢，大概有10多户人家，但是感觉啊有很多人家都已经关着门，可能是外出，也可能啊已经搬下山去住了。那我们随着石头的镜头带你们来走进村子里面看一下。我的车啊只能停在村口的位置，这边还比较宽，进村都是水泥硬化的路面，大概宽4米左右。这边距离县城有20公里，距离镇上有3公里，交通也是挺便利的。进村之后道路就比较窄了，这边啊绝大部分都是木房子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的木房盖的都是青瓦，上面是厚厚的一层冰。从这边啊有条小路可走得进去，担心没有多宽，所以我的车啊就并没有开进来了。这些冰雪啊已经下了好几天，现在开始融化了。这次啊严格来说应该是全部结冰哦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雪。在年前的时候下了2场雪。看这些房子啊都挺好的，但是都关着门。刚刚是过完15，绝大部分也可能出去务工了。我们整个小县城大概有20多万人口，但是85%到90%都是到江浙一带或者广东那边打工，当然福建也有少部分。不知道朋友们啊，你们的家乡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呢？打工的越来越多，现在村里面啊剩的都是老人和孩子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栋也是一栋平房的砖房，盖的都是本地的青瓦，那个位置啊融化的差不多，在里面应该是烧的柴火。小村子是挺安静的。这栋啊也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，房子的进深大概都是7米到8米左右，楼层高度4米左右。这栋木房子装修还挺好的，打扫的是干干净净，像这样的房子啊是直接可以拎包入住的。当然村子里面除了一些年代久远的木房子，也有很多砖房。刚刚在飞无人机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在这栋房子啊最边上，也就是悬崖峭壁的边上，是有一处小鱼塘的。据村里面的老人说，那边有一栋房子是闲置的，我们走过去看一下。我是顺着这条小路走进来的，整个路面大概宽2米左右，开车是无法进来，当然摩托车是可以开进来的。这边啊也有一栋木房子，装修还挺好的，但是主人家也不在家。房子的门口是绿油油的油菜。在我们这边啊还是习惯性的每年都会种上1-2亩的油菜，自己去提炼一些菜籽油，平时炒菜比较香。买那些植物油啊没有菜籽油这么好吃。在那底下就是悬崖峭壁了，待会儿呢我们要顺着这条小路走到悬崖峭壁的边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虽然这个位置比较高，但是这边的水源还是挺方便的。这边也是一处小鱼塘，里面应该都是养的有鱼。住在这样的小村子里面倒是挺清静的。这边啊说的也是苗语，我们外地的一些朋友如果过来是听不懂的，这是我们本地的语言。这边大部分都是苗族啊，姓吴，口天吴。
据当地的一些老人说啊，这是他们一个家族，全部应该是在很多年之前搬迁在这边住了下来。看整个村子里面，虽然是建在几乎快山顶之上，但是这边的地势啊还是挺平坦的。房子是背靠着大山，面朝着应该是边城古镇的方向，底下是有一条河的，也是幽水河的支流之一吧，所以这边的风景还是挺不错的。这个地面还有些结冰，我们走的时候尽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些。这边应该都是他们的土地，平时种的有些菜，当然现在有些里面是种的油菜。刚刚他们说的应该就是那栋木房子了，现在是闲置着，没人住，上面还有栋砖房。在这边石头也想问问大家，像这些油菜经过了这样的一场冰雪，开花之后还会结上果实吗？看起已经有一些花苞了，估计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开花了。今年会不会减产啊？看这些植株啊，都已经被冰雪压着头都已经弯了。在这前面是一处小鱼塘，估计养的鱼还不少呢。这几栋房子是紧靠着建在一起的，感觉好像也是一栋栋的别墅啊。看来这边的有钱人倒是挺多的。在那边就是悬崖峭壁了，我们用无人机给大家拍，就不走过去了。这处鱼塘看起来水还挺深的，估计鱼还不少呢。我们主要的目的还是来看一下这栋木房子，大门紧闭啊。其实拍了好多视频，我都没有目的，因为每天嘛都在乡村里面跑，有的时候啊看到有好的一些房子，又给大家拍下来，并没有碰到主人家在家，因为也是随机的去拍吧，没有一个专门的目的。你比如说这栋房子，如果是提前和主人家联系好，我们再来拍，看看房子里面的情况，可能会更直观一些。但是也没办法，毕竟啊，大家年后出去打工的非常多，大部分的房子都是紧闭大门，联系不到。如果实在觉得啊房子的地理位置很好的话，我们会到村里面问上他们家的邻居，找到他们的电话，然后详谈，再给确定下来。大家应该都懂的。这栋房子啊，真的视野很好，门口啊，没有做硬化，全部都是菜地啊，种的有些蒜苗，门口就是一处鱼塘了。这处鱼塘大概有1亩地左右吧，我觉得犹如一处世外桃源。真的没想到在这样的几乎山顶之上有这么大的一处鱼塘，而且鱼塘的边上就是悬崖峭壁了，真的不敢想象啊。看对面的山头啊都显得很矮，比这边矮了许多。整个村子啊也是显得非常的安静，大概目视一下也就10-20户人家吧。这栋房子应该在过年的时候主人家并没回来，因为外面看得出好像也没打扫，也没有放炮竹。
所以这栋房子闲置的时间可能还算是比较久的。我们可以透过窗户去看一下。实际上这栋房子是没有上锁的，但是我们不方便打开别人的家门去看，透过窗户来看一下，显得是很杂乱啊，乱七八糟。这栋房子应该闲置的时间是很长了，主人家并没有在这边住，或者已经是重新建了房子在下面的镇上了。这是我们农村的一个小背篓，平时上山砍柴、摘菜都可以用的。很想进去看一看，朋友们，看这边的大门并没上锁，但是觉得不礼貌啊。这栋房子是通水通电，这边的水龙头啊已经接到了院子里面，那边是电表。看这里面堆放的都是杂物啊，连床都没有，地面没有硬化，都是一层土，很简易的房子，3开间，楼层的高度大概也就2.5米5、6左右吧，进深有6米左右。2楼堆放的是杂物，1楼可以把它清理出来作为房间。这栋房子真的挺不错，待会儿呢我们把这个视频拍完，到村子里面问一下邻居，找到这户主人家的电话问一问。我特别喜欢这样的环境啊，门口鱼塘，而且视野好，地势高，到夏天啊这样的地方是很凉快的。就在院子里面还可以种菜呢，种的有些包菜吧，这边还有些大白菜，还有红菜苔，地倒是挺宽的。我在想啊，要是前面的这处鱼塘也是他们家的，那就更完美了。每天可以在鱼塘里面钓鱼，到夏天估计还可以游泳呢。种点菜，养点鸭，这才是田园生活，你们觉得呢？这是他们家的邻居，从这边有一道门可以进去的，应该还有一道大门。这是什么？应该是一个洗澡淋浴的地方。这边的水资源还是挺丰富的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一直是流着水。这边都是泉水啊，从山里面用管子牵引回来的。这里面应该是一个蓄水池。这户人家的院子啊，做得挺好的，也是一栋别墅啊，里面的绿化都做得挺好的。这边还有一些柚子树呢。既然走到这边，我们干脆去那边看一下，能不能看到悬崖边。这边还有一条小路，可以顺着走进去的。平时这边也有水，应该都是往鱼塘里面灌水的，从山里面流下来的水。看起来这也是一大户人家，不知道这栋房子里面现在住着人吗？没办法进去啊，看不到的。这条小路感觉也是修得挺好，我们就不走进去了。在底下是有寨子的，还有路呢，还有些稻田。顺着鱼塘走下来，这边我们发现了一个观景台。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寨子了。
这边还可以往下走，太远了，我们就不走了吧。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底下因为海拔低一些，所以冰雪啊已经化的差不多了。哇，真的挺漂亮的。在那底下有很多密密麻麻的房子呢，对面还有一个寨子，在这边啊就是悬崖峭壁，在那背后有一条瀑布的，大概落差有200多米，但是现在没有水。那边底下就是边城古镇了，在大概那个方向吧，给大家手指一下，大概那个方向，边城古镇。现在是看不到啊。整个村子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砖房还是占了一大部分，木房已经比较少了。朋友们，如果一年花个几千块钱在这边租一栋房子隐居养老，你喜欢这样的环境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